水没顾好，竟造成漏财的可能。门呢是家里呢一个进出口最重要的地方，也是财神爷要进来的地方，也是一个家里的重要门面。门呢的气势很重要，你的大门呢要跟你的室内的房间门、厨房门、后阳台的门来比。如果比大门大，代表；如果后阳台呢又比大门来的有气势呢，代表。然而，今天委托人家触犯门的风水禁忌还不止这些，这些禁忌更会造成什么影响呢？大家呢最常见的就是穿堂风，打开大门呢会看到前阳台，或者是落地窗阳台，或者是前面的落地窗呢对到厨房的门也算。他们家的穿堂风呢，还有一个是更加重的穿堂风，开了门直接对到走道的尽头，漏财问题会很大。他是上柜公司，第一次买股票，第一笔应该就是什么？门的风水没顾好，竟会造成漏财与犯小人的问题。究竟门的开向怎么开？门又有哪些不能触犯的禁忌？今天风水团队一并在节目中告诉你。来考考大家，风水看了这么久，知不知道风水3要素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风水哦，我觉得门很重要。没错，大家什么门不能干嘛？什么门不能什么有什么有镜子，然后门不能够要开的方向，门挡什么鬼的？第一个门呢是家里呢一个进出口最重要的地方，它也是财神爷要进来的地方，它也是一个家里的重要门面，掌管这个家里面的人际关系。那门呢的气势很重要，并不是说你的大门挖得很大代表很有气势，而是说什么呢？你的大门呢要跟你的室内的房间门、厨房门、后阳台的门来比。所以我们今天会来到这里呢，讲了这么多，就是因为他家的门有问题。对，没错，而且很大的问题。委托人林可为目前从原本住处搬过来1年半的时间，家中装潢一手包办，但也因此让自己陷入事业不顺、人际关系出问题的低潮。究竟到底是哪里的风水出问题呢？家中设计最让你引以为傲的是？我觉得很难选出一个，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巧思都很厉害。那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女明星东西真的非常多，可是我又不喜欢把东西散落在一地，所以我用很多的收纳空间，可是却让人家看不出来它是一个收纳空间，就是把它隐形起来。我觉得这个是蛮值得骄傲的。对，然后厕所的话，我特意2间都全部重做，然后2个做完全不同的风格。嗨，大家好，我是可为。我这个房子要搬进来之前，因为这个位置地段非常真的很棒，然后很舒服。这前面呢就是运动中心，对，然后有公园，走路就到华纳，非常的走路对面就101，对啊，然后完全夜景有没有超好的？然后当然就是要装潢一下，对啊，所以怎么可能会有问题？讲真的，我刚一进来的时候我有 shock， 因为这里很像 Airbnb， 对，就是好干净，好高级的，对，然后都是你自己设计的，都是我自己设计。其实风水应该是说呢，居家的所有问题呢，都是自己看不到的。对啊。但是你要想他，我们也去过他以前的旧家，你应该还是懂一点风水啊。对啊，我对风水算是很有了解，好不好？我也是有想要往设计师方面发展哦，对，所以要稍微懂一点点风水。所以你有研究一下。那你在设计这个家的时候，你比较重视哪方面的设计？就是我觉得至少整个的风格，然后要是舒服的，然后我喜欢极简的，然后因为本来天花板会有很多的梁嘛，然后它原本是做那种就是办公室的那一种，然后我也是全部打掉，全部弄，然后我想说就是要把那些梁全部都遮住。对。然后因为我们是一群女生一起住嘛，然后可是我想要把它弄的就是像很高级的家的感觉，所以就是客厅啊跟主要的公共空间就是一定要大气，所以就是让它就是整个就是空旷的感觉，然后整个就是要放大的感觉。有你这样讲，就是豪宅。对啊，真的有那种感觉。虽然很简单，但是其实会觉得很舒服啊，温暖。那讲了这么多，好像听起来都很棒啊，运势。怎么会好像？对啊，我也觉得很奇怪，因为我真的是花蛮多钱在做这个，因为我想说都已经有一点年纪，然后也有点积蓄，想说就是女生没有结婚没有生小孩，至少要好好的犒赏自己，过好好的生活这样子。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搬进来之后，我的工作也是极为不顺，而且是那个运气是让人家觉得很惊吓的不顺，就是本来讲好的，然后因为我已经确定之后又舍弃掉，然后之后居然这边也没有，就两头空。对，然后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霸凌事件，就类似这种，然后人际之类的，然后还有就是人跟人之间感觉上好像比较多纷争，就是我觉得好像蛮不顺的啦。老实说，真的是景物不依旧，人事也全非。你想好，等一下，还好你有陪我，对，好陪我，你都一直陪在妈妈的身边，真的，好想有你。好，没关系啊，既然我们来了，就一定可以帮你找到解答方法。是，好，应该说他们门真的是还蛮有风格啊，看起来颜色也都还不错。对啊，对。但是呢，你看他们大门呢，相对来讲的话，真的还蛮委屈的。委屈什么意思？你怎么会？看呢？多时尚的一个大门，凹进去的关系。是啊，不是，应该说它这边那有一个梁啊，梁本身离大门也很近，梁压门本身就是这种压力，而且它中间好像也没有什么缓冲的一个空间。对，但是其实把它漆成一样颜色呢，也是一种视觉上有放大，没有错。不过呢，因为我们讲大门呢，要跟谁来比呢？跟室内的门来比，例如说跟你的房间门、厨房门跟后阳台门比。对。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的厨房门跟后阳台门呢，其实呢都明显的比大门还大。好大哦！哇，如果比大门大，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个房子呢，女主人呢或者女生通常会比较强势一点，那火气也比较大一点。那如果后阳台呢又比大门来的有气势呢，代表小人会很多，还有后代子孙呢也会压过长辈的气势。所以如果假设你有小孩，你就会容易被顶嘴，然后跟你意见不合。如果你没有小孩，那你就是职场上、生活上会有小人的问题。都有。因为厨房的门呢，跟后阳台的门呢，它的气势呢都比我们大门大，代表呢这种内斗的问题啊，或口舌是非问题都会层出不穷。那所以呢，我们要如何化解呢？你应该首先呢，把你那个后阳台上面呢的门呢，不是有一个面镜子吗？对，虽然那个镜子坦白讲有点莫名其妙啦，照不到，为什么？对啊，这就是设计师的巧思。哦，你想要让整个扩大的感觉，感觉像整个空间更大的感觉，有放空的感觉，就好像加大那个空间感。然后那个透明的那个就是要让光洒进来。对，其实有时候这就是设计师的百思不得其解，也不懂为什么会这样。百思不得其解，请假你傻。他刚刚就已经解释了，他哪里有什么好百思不得其解？他说是巧思，在他眼里是百思不得其解。对，那老师怎么办？我有什么可以化解？好，基本上那个镜子呢，还是要把它贴掉，因为那个镜子呢，增加你这后阳台门的气势，其实也是不太好的。你可以用木皮的方式把它贴掉。对。那如果这个地方应该把镜子的元素呢挪在大门的上面，所以这上面反而可以。对，而且是内外都要贴。对，所以呢，你应该把那个镜子的边框呢包在大门的边框，你的大门相对看起来就会 bling bling 的，而且有气势。在后阳台门上加装镜面，增加空间感，却惨遭批评。当下的心情是，我觉得风水师总是比较难懂设计师的想法，因为我当时真的就是觉得它原本的那个小门就是小小的，然后就觉得很不大气，整个跟就是那个小门会导致于会觉得这一间公寓会变成就是老公寓。那因为现在的新的房子门都是做的大大的，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要做一个大的感觉这样子。可是我没有想到，居然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对，我们刚刚讲居家风水呢，门主灶大门很重要之外呢，还有一个煞气呢，是大家呢最常见的，就是穿堂风。穿堂风呢，其实最常见的有几个状况：打开大门呢，会看到前阳台或者是落地窗。这种来讲的话呢，就是一个穿堂风。对，没有啊，你看，对，没有吗？不错耶。不错。如果你的前阳台或者是前面的落地窗呢，对到厨房的门也算。哦，这个我没有。对，这个我就还好。是不是一个逻辑，就是不能门对门？就是不能相对，就叫对。穿堂风还有就是说，如果你是前阳台或落地窗呢，对到后阳台的门，这样算吗？对啊，这不是前阳台，然后那不是后阳台嘛，他们两个就对到了。它有我们刚刚讲的，就是阳台对后阳台的状况。但是呢，他们家的穿堂风呢，还有一个是更加重这个穿堂风的。什么？
就是开了门，直接对到走道的尽头，会怎么样？就代表就是说，你看它这样子十字穿廊，对，而且最主要是说呢，因为这个十字穿堂风呢，穿堂风本来就会漏财，对十字更加重，所以漏财问题会很大。你有漏财吗？有我就是搬进来之后，真的漏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财。就是装潢的钱，对不对？不是钱，这种钱哦，差不多比装潢，差不多跟装潢的钱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有做免疫细胞储存的这个疗程，但是说我对，我本来是个消费者，可是后来因为我发现，这件事情是生医科技是一个很有远见的，对，很有愿景的一个产业，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认真的想要就是分享给大家，所以我那时候也去考了讲师，然后成为公司里面的重要的干部这样子。好厉害！对我那时候真的很专业，我是一个讲师，要往那个生技医疗去发展，因为他是上柜公司，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要拼上市，然后因为有这些消息，就是知道公布之后，这个是就是消息公布，可能我们的股票就会上市。当然呢，对 IPO 哇，那对啊，对，就用这个逻辑嘛。是，所以当时我就把我几乎所有的积蓄就投进去，所以我第一次买股票，然后我从来没有买过这种东西，可是因为我觉得我相信这一件事情是对，然后也相信这个公司，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自己乱想就去买了，然后我也不懂股票其实，然后就整个套牢在那边。那你有算过你这样损失多少吗？这一笔应该就至少有70吧。损失哦，是假如说现在卖掉，现在还不是壁纸，现在还有价了，还有价，对，只是对，所以70万就这样没了耶。你还站在这里，还站在十字路口，哎呀，堂房50块就迷茫。你即马无了去扇台风，无了徛在家扇穿堂风，你大概见啊？是，所以呢，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当然可以运用点屏风的技巧来去做化解，但是因为它这个空间呢，实在是有一点有限啊，对，所以呢，屏风该怎么放会比较好呢？我的建议，我建议呢，其实这个屏风在设计的时候呢，你可以这边做一个 L 型。L 型等于说呢 ，L 型来讲的话，就是说你从门进来，你就会有一个屏风，一个玄关，然后你要进去那个卧室的话，你可以从客厅里面捞进去。好，只能参考吧，因为其实你现在东西也不多，对，然后也其实空间也算很够的感觉啦。你可以试试看摆一阵子，看你的那个生技股会不会长起来。好哦，对不对？不能这边一个门帘，然后这边一个门帘，就是拉链，这样就不通风。所以也要通风。当然，因为风水来讲，风就是通风嘛，但是太过通风就会太 over 就不好，不聚气，对，不聚气。一般居家风水常见穿堂风，第一，大门对上前阳台；其次是前阳台正对厨房门。可为家除了有前后阳台门相对之外，还有一个开门见走道所形成的十字穿堂风，漏财问题加倍严重。建议可以在走道前加装屏风做区隔，减缓漏财。不过我觉得它这个房子呢，我觉得除了这个问题之外不聚财，但是它的钱财呢还会一直像水一样倒出去。为什么？什么？水一样倒出去？像它的前阳台的问题。怎么了？对，过去看一下前阳台多舒服！你知道我们过去的时候那边，这什么东西啊？有那个，怎么？穿鞋子要小心。我穿高跟鞋，我差点跌死哎！我的妈呀，这里比较高哎。对呀，你自己没感觉吗？不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在装潢的时候，因为这边是阳台的那个坎，然后因为我们的屋主他其实就是比较小心一点点，就是他没有说就是其实要把它剃干净，可是因为如果剃了的太干净，有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建筑的结构或是什么，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说，那没关系，不要为了美观而去影响到大家的安全。对，要不然其实它本来这个卧榻其实是做的蛮舒服。对啊。但是呢，因为它这样的一个坎呢，等于说前阳台是往前倾的感觉，其实往下掉的感觉。就像我们站在这里的时候，我们默默的就会想要坐下去。对啊，这不错啊，就自动往后对。不错，对啊，
是啊，但是基本上呢，它感觉做下去很舒服，对但是呢，会让你的财运变得很不舒服，因为你的荷包的钱一直往外吐出去。不会吧？他都已经那时候亏70、80万了，他接下来应该不敢再买股票了吧？等一下，他还有，你不会又再买股票？老是学不乖，再次惨遭金钱套牢。一整年拍4集戏，还与金钟女主擦肩而过，让他有很多时候呢跟机会擦肩而过。这个炉灶呢，我今天在煮饭的时候，我面对的是跟大门同方向，这叫做背宅反向。工作机会跟财运呢，都会老是擦肩而过。房子要搬进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先接到泡花香，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大爱也有已经来敲我一个女主角的角色，因为我已经先答应泡花香了，所以我就先把大爱先推掉。金钟奖女主角奖推出去。但是基本上呢，它感觉做下去很舒服，对但是呢，会让你的财运变得很不舒服，因为你的荷包的钱一直往外吐出去。不会吧？他都已经那时候亏70、80万了，他接下来应该不敢再买股票了吧？等一下，他还有，你不会又再买股票？不是，我跟你讲，因为我没有损失过这么大一笔钱，你知道，我其实本来是一个那么 king cam 的，对 king cam 的人，所以我那个70万完之后，我就说我再也不要买股票，对不对？就是绝对不可能的嘛。好研究。可是因为就是认识很多就是上市上柜的老板，然后呢，他们就是真的是金字塔很顶端，然后他们是已经到达就是可能要买公司的那一种地步，然后所以我已经又有内线消息，就是他们要买这间公司。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我已经说过我不再买了，好，我试试看，我就是先买一点点。结果，真的，一天，就赚几千到万就是可能1、2万这样子，一天哦。而且我是买很少的，这样很少是多少啊？就大概1、2只这样子。所以如果可以到1万、2万，其实是涨很多这样子。然后我就买下去了，你就越买越多，因为尝到甜头，对不对？对，就是买了第一次想说1、2万，然后第二次就整砸下去这样子。对，然后砸下去之后，我很喜欢梭哈，砸下去之后就真的又卡住了，又套牢啊。对，到现在还是学不会耶。你知道我最近听说有一家股票，尼斯诊所啊，我觉得还不错。没有，我真的下定决心。我再也不，除非把这个风水改掉了，好不好？我觉得你应该在风水改掉之后再来做这个投资的决定。对啊，我现在也没钱投资了啦，因为没有工作啊，辛辛苦苦赚的那些皮肉钱，真的，然后这样子轻轻松松就把它赔光光，不知道怎么化解，太难过了，难过这运气真的太差了。应该说这个本来就是一个阳台外推的空间嘛，但如果楼下有推的话，其实没问题。不过呢，我觉得应该说它这边推出去做成卧榻的这种设计，我觉得是蛮好的，也是对的。但是呢，我觉得可以运用点技巧，就是说，因为它这个地方如果你没办法把它铲平的话，你的卧榻其实可以做高一点点，然后这边可以再做一个像人家退开，再垫一个像那个小阶梯，对，代表什么？代表一个步步高升的象征。你就不要这样有一个坎，然后不平整。所以如果老师我去买一个活动式的那种阶梯来摆，就放上去也可以。如果好看，可以就是刚好把它遮这些至少比它高。对。那老师要他用一个毯子呢，就是在这边，让它是平的。果然有智慧，最新对啊，连狗都附和你了。你真的是才你讲到连狗狗都有共鸣了。我说他要像买活动式的阶梯，它不平，它还是斜的，那你还不如用一个毯子，就是它可以就是控制一下厚度，然后让它刚好在这个地方，你知道脚踏了也舒服，然后视觉上也是平。有接班人了。对，我喜风水仙姑，一起风水仙女，好棒哦！没有仙姑跟仙丹啊，因为它可以解药啊。对，仙丹也对，所以呢，我们风水仙丹说的这一个是完全正确的。你应该可以铺个毯子，然后下面呢可以铺36枚的硬币，因为36枚代表36天罡，然后它可以补地气，面额不限，1块到50块都可以，只要用现代的流通货币就可以了。不管怎么样，就是拥有健康才是真正的财富。你至少来这里之后身体好很多吧？
对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身体是是 OK 的，是 OK 是 OK。哎，我觉得头发会乱了点而已。头发乱还好，穿长衫很乱，不要长头虱啊，油头才好。所以那表示你的厨房应该不错，在健康上面。对，他的厨房的风水呢，不是影响他的健康，但是影响的是他的财运。又是财运，你要多影响。那我们看他厨房为什么没办法帮他聚财？好，哎，这样赶快看一下，你要不要冲前面？老师，你说厨房哪里有问题？你看看我们的厨房多美妙，而且财库藏的挺好。对啊，我故意就是把它藏在这里，但我看不到。对呀，很好啊，有没有？对，然后冰箱旁边，对呀，藏好了，藏好了，藏好了。对耶。其实我觉得他漏财问题呢，是因为这个厨房呢，会让他有很多时候呢，跟机会擦肩而过，跟财运啊，跟他的事业。怎么说？好，我们先讲他这个风水点，就是我后面这个炉灶。对，因为这个炉灶呢，我今天在煮饭的时候，我面对的是跟大门同方向。这叫做背宅反向。什么意思？这个叫炉口。对，但以前不是那个灶是一个口嘛？对，那口呢应该是要跟大门是相对的，可是它这个口呢跟大门是反方向的。你说我这样煮饭的时候，大门是在那边，我脸对着大门不行，我要这样子背对着大门。对，要么就侧的，要么就背的。是。我觉得你真的很有慧根，很有慧根。我们正在疑惑的时候，你已经把它讲出来，整个平面图都画出来了，画出来了，好厉害哦！而且很完整，对不对？上辈子是研究风水的。你应该是理工系的。走这个路线，走这个路线。头脑超级清晰。对啊，真的是。要背对或是侧面。是。那如果背宅反向，这整件事情就会影响到他什么？就会我们讲工作机会跟财运呢，都会老是擦肩而过，或者是谈好的东西，到后面呢又会擦出程咬金，或者又没了，不了了之。我跟你讲，做这一行程咬金有够多，真的，而且这个多的非常准。因为我原本在这个房子要搬进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先接到泡花虾嘛，然后而且那时候我是同时嘎3。哎，泡花虾8点档，那个哇，那一接不得了，对，久就一直拍不完，对，就嘎3档。然后而且因为我就是有在自己的保养品品牌，所以我就想说我一定要认真的在8点档打拼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他有让我休息了蛮久的，可是有说去年的7月份要回去，然后所以就叫我把时间空下来这样。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大爱也有已经来敲我一个女主角的角色，然后就是30集。然后就是问我的时间，女主角就是一定要演啊，而且大爱很容易得金钟奖哎。可是因为我就是想说我要推我的保养品啊，所以我就是应该要好好的就是耕耘在我的8点档，所以我就想说算了，那个固定的钱的，那我就先推掉好了。对，因为老实说，其实比较起来，8点档也没有比较好赚，其实是大爱是蛮好赚，但是我就是舍弃掉，我就觉得说好，因为我已经先答应泡花虾了，所以我就先把大爱先推掉。金钟奖女主角奖推出去，好歹也会入围吧？不是，因为泡花虾是每天呐。对啦，有时候荷包顾满比什么剁金剁银然后重要啊。对啊，是不是？然后对啊，像我主持风水10年也从来没入围过，我也没有在想这些啊。所以夜深人静的时候会想说，为什么每个颁奖典礼都看起来好热闹，好多人都有去哦？对啊，怎么会这样子？对啊，有一种对，就是秋风扫落叶在我头上。每个阶段就是要求的东西不一样啊。我们先把钱赚到。对，所以那时候就想说，那就等泡花虾这样子。没有想到，就去年1整年就等了1整年，只有拍4集啊。所以你的泡花虾就是擦肩啊，大擦肩啊，而且等于2边都没有，然后就没有啊。而且如果我泡花虾都没虾，那个湿掉的闷泡，对，就是如果我去大爱演完之后回来泡花虾都还可以哦，因为后来我那4集是在11月拍的啊，7月到11月，对啊，我7月到11月我那个大爱的都拍完了。那你7到11月后来在干嘛？就发呆跟闷泡，自己在做泡啊，自己放泡啊，每天炸人，对啊，每天在那边那个跌倒嘛，一直跌倒这样子啊，狗狗玩，可是这样真的小孩吵架，我们真的很气，我们都有遇过这种情况，但真的蛮闷的，一定会经历这种超级，所以这个插件就是跟这个有关系，就是被门反。对，当然我也不能怪风水，有时候你在你自己本身时运也不济啊，对啊。所以怎么要个人就是塞鬼。
其实就是这样，当你时运不济又遇到这种格局的话，它就会完全因缘具足，你就会发生一些事情。因为我有人听说风水10%的话，风水可能3成，姓名学可能1成，然后可能紫微又是几成，那所以可能都要好的话，是，就是尽量让可以影响你的因素少一点。对哦，这个真的，对啊，你好，对啊，会下注解哦，奇才哦，会下注解哦，对啊，真的观念很好，观念好，那现在重点是我们他还是一直在背门反向中啊，对，所以要这个很难理解，是要怎么处理啊？好，当然也都赚不到钱，也不能花大钱嘛，不能改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可以放一对铜麒麟，因为铜麒麟放上去之后呢，就可以解决这个背宅反向的问题。你这样就是至少提升你这个的，我们刚讲门主灶嘛，那灶的运势就提升了。那有没有什么方法要布局一下，就是改善他财运的部分？好，基本上来讲的话，如果说以厨房要布局的话，我真的蛮建议就是说，它这个背宅反向呢，我们这个斜对角的地方，对，有没有？你可以放一个米瓮或聚宝盆。然后里面可以存钱，因为呢，你这个房子是南北向的，刚好你这个厨房是东南方的角落，这个东南方财库呢是厨房，就是火烧财库哦。那火烧财库的话呢，我们在这个地方放一个聚宝盆呢，可以把这个钱财呢让它存下来，就钱不会一直花出去，可以就是在最角落那边。对，好。究竟什么是背宅反向？观众朋友，你学会了吗？若你家炉灶与大门同方向，即代表背宅反向。象征容易与机会擦肩而过，可以在炉灶上方摆一对铜麒麟来化解。今天风水团队除了有风水老师来之外，也请到室内设计师来做结合，一同改善家中环境。好啦，财运是一定要布局的，你先布好就对了。但我们讲真的，我们风水现在真的要大型。我们今天帮你找 money 来了。哦，我好需要 money 哦！我们出来迎接 money 来了嘞 ，money， 你随手有空啊？刚好经过，路过。我很希望你有把你帮我。对 ，money 老师是哇，大家首屈一指的这个室内设计师。一看呢，我们今天可为家里的这个装潢，他是你设计的。是。你觉得？我觉得师傅也蛮辛苦的。哎，怎么这么说？不过我刚刚有绕了一圈啦。其实我觉得是巧思对吧？其实我觉得整体设计我看得出来他心里面在想什么。对，其实师傅也完整的把它呈现出来了。只是说有些小细节，当然是我们专业的会知道，但一般人看不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分数其实蛮高的，已经做得不错了。那我们先看一下厨房的部分。对，可以帮我们这个对，可以看一下以室内设计师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厨房，有什么可以再加分的地方？其实基本上它这个厨房哈，应该是它所有的这个设计里面最应该去把它处理一下的地方。对，因为第一个你看哦，其实它的冰箱的部分呢，其实是开错边的。你有没有注意，它的把手是由左往右，所以你在拿东西的时候，它必须要对，比如说他买了一只鸡要拿出来煮的时候，它必须要闪来闪去。其实这个动线是比较违和的，其实它可以把冰箱换掉也可以，或者叫朋友送一台。冰箱有这样开的吗？有，冰箱有，也有这样开的，也有这样开的，也有这样开的，好多。对，我那个是冰库，好不好？那是冰库，冰不同东西。对，所以基本上它的冰箱哦，你注意看，它旁边就是炉灶，因为我们一般的所谓的这个厨房的黄金动线哦，是冰箱，然后水槽，然后再来就是料理区，然后再来就是火炉，然后这个出菜。那它的动线是因为你从外面买回来一定要先放冰箱，菜先放冰箱，然后你一定要把它洗干净。然后烹饪，对，然后下去煮，对，丢下去煮，煮完之后就出菜了嘛，就可以吃了。对，所以动线很顺畅。对，所以那现在这个错误的动线呢，会让它重复走。我们一个厨房如果是错误的动线，可能会让一个妈妈一天可能多跑了100公尺的路程。难怪妈妈老是觉得脚好酸呢。可是说明他想要瘦身啊，这样闪来又闪去，有没有？我这。那应该久了应该会吵架。妈妈有这么活泼，让你妈妈扭一下嘞。而且我本来的想法是说买完菜回来洗，对不对？对。洗完备完料，我自己以为这个动线是顺的，就是买完之后备完料，然后炒完之后，旁边放着，然后别人去那边端。而且因为那个火炉在那边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比如说你的朋友要进去洗个手。或者洗个杯子之类的，那刚好你在煮汤，它就会有一个重复的动线，那里面的动线又没有那么大，对，就会产生危险，所以是错的哦。对，它那应该要有一点对调，对，要对调。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冰箱旁边其实可以多做一个挡板，因为那个油喷溅，比如说你煎鱼、煎牛排会喷出来，那个冰箱其实是没有办法一直承受这种油烟之类的，对，热风也不太好。对啊，就是总之就是应该是冰箱换大一点，然后门开了。如果你顺便把它煮坏，它就可以换了，它就换另外一边。
因为我当时就是因为花太多钱在装潢了，所以那个冰箱就是从以前旧的那个搬过来用。对，那这个涂装动线，的确耶，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动线的问题，想说都有就好了。所以没想到这个动线也是一个考量。那你看它其他我们刚刚讲到，就是像这个穿堂啊，还有这个地布品啊这些状况，你会怎么处理？其实像这个穿堂部分，其实一般我们是加屏风啦。那屏风有很多种，我们比如说有固定的、活动的，或者是可以做成柜子或两面柜加收纳都可以。那这些都可以以它的这个收纳啦或者是空间为主。那也不一定整个要实的，上面也可以做这个玻璃，有部分就是透光不透明。所以那个风水的部分应该也可以顾得到。哇，这风水耶，不错，跟人家可以交流哎。欢迎收看风水空间。两个人，对，可是因为我比较介意的是，因为它真的是一个走路的动线，这个我就有点想不出来。以我的小小的那个天分，就是还卡住，绕来绕去，对，到底要怎么做是最好？其实穿堂的话，应该是会在这一个地方嘛。对，来，应该是会在这个地方，因为对，因为它后面的那个地方是有一个门，然后上面又贴了一块很奇怪的镜子。不要这也说不懂，黑漆白是不是要接见吗？对，因为自己的世界。因为我必须要讲一个，就是说镜子其实尽量不要贴那么高，因为台湾地震很多，它后面是靠实力控的粘胶，久了之后其实是有可能会不粘，对，那个会有点危险。我们工人很专业，对，但因为不是你工人不专业，是地震真的多。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从那边看过去啊，感觉它的那个上面那个门好像没有门楣，好像你看得过去的感觉。对，一个空间。其实如果你真的很喜欢玻璃的话，可以用有色的这个反光镜，那个也不错，或者花的，对，那个还可以贴，还来得及。好，没关系，你先解决这里。对，怎么不想再跟我讲了？我帮你大师很多地方想抽手，你知道吗？室内设计结合风水，双管齐下化煞气。门的开箱位置出差错，遭逢霸凌，有苦说不出。因为每个房间都好像有错开，但都有切到哎。对，因为你的房间门呢是门对门，又加上蝴蝶门，就是人际关系啊容易受损。我长大之后第一次遇到一个那个霸凌，因为之前本来是一起出国，然后出国的时候就觉得就是很开心，然后感情真的很好，然后就觉得说我们要相守一辈子。突然有一天就把我叫到，后来我知道应该是有人从中作梗，然后导致于说他们就是一直攻击我。我帮你大师很多地方想抽手，你知道吗？它这个地方如果是这个地方，其实我蛮建议，就是因为大家注意看上面，它这边有是梁，有没有？对。它这个梁其实有一个厚度，其实你可以利用这个梁的厚度啊，下面做一个差不多宽的一个柜子，然后上面再做一个屏风，因为这个柜子的这个深度并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动线，因为它跟那边是切齐的，有没有？它不会凸出来，也不会凹进去，所以在这个地方放一个柜子是不会突兀的。那两边还可以收纳。所以是挡这个，那这个呢？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其实它挡这边之后，上面的地方就可以做这个屏风做起来。而且你如果是想要挡这边的话，有没有？挡这边的话，可能你就要从那边做着手了。对，因为这个地方是你进去的一个地方。这边一个横的，然后这边一个横。对，因为虽然要挡，可是还是要顾虑平常我们的生活还是每天要经过。是啊。对，所以那个地方我是比较建议就是做这个半开放式的那种软性的那种隔间会比较好。老师对于我们刚前阳台就是要跨出去的那一步，对，那个要起来的地方。那个基本上是蛮不平的。对，你走，我看我多不平。在这个地方其实基本上已经可以往下倾斜了，而且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像这个拱桥的地方已经凸起来了。对，我们先不管这个拱桥怎么造成的但是如果要解决它，因为现在已经不能大动干戈的去整个拆掉，所以我们必须要用一些软性的一些装饰材去把它盖住。你很喜欢软性，不是因为现在已经我们没有办法叫工班进来敲了，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比如说用一块地毯。是老婆姓阮？不是，我只有一个老婆而已。对，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这个地毯把它覆盖起来，因为地毯它本身有厚度，对，所以基本上它有一点点这个拉水平的作用，可以把这个地方呢，然后让客人他都不会发现说，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拱门的感觉，在这个位置。有建议什么颜色就是会很适合？其实你看它这边的配色啊，我想
这个可为他是喜欢这种，比如说有点美式的感觉，因为我看他有做百叶啦之类的，那是比较现代感的美式，因为他还做了这个电视墙有一个角度哦，现代感，对现代感加美式的，所以我建议他的地毯，一般我们注意挑地毯，你千万不要再挑米色了哦，千万不要再挑米色，更看不出来，对，你会看不出来，看起来好像脏脏的一块，好像一个桑帕斯贴在上面，对，所以这个时候最好我们是用大地色，因为它这个本来就是树的颜色嘛，对，木头的，所以我们再加一个草的颜色。绿色下去，它就会很漂亮。哎，可以耶，因为你其实颜色很简单，你突然有一个绿色，感觉好像会很舒服，对，比较。然后我一打开，风很大，就觉得自己在草地上。而且重点是你铺完之后会觉得变大。会觉得变大，真的。绿色是亮色的关系，不是，是因为它的空间被区划出来之后，你就会看得出来它的前后宽比就会出来了。人是比例的动物，所以你把它放下去之后，你待会看一下，它就会整个会变大，个性会变大。好难想象哦，真的。对，所以这个真的还是这个室内设计师他们有那个概念，他们一分析，我们一做才知道那个差别。是，他们脑海有蓝图。对呀，好羡慕哦。那真的谢谢曼妮老师，我觉得哦，等一下就来试做，你就知道那个差别在哪里。来哦，来看一下我这么有设计感的走道哦，你看有没有？整个推了之后呢，还有一个幅画这样子嘛。其实我觉得有画的感觉就不一样，对呀，一廊的感觉。对。第一个是我们的厕所，然后这是我室友房间，然后这是我房间，然后是另外一个室友的房间。哎呦，每个房间都好像有错开，但都有切到哎。对，走道的问题啊。往后靠一条会脑中太近了。这个走道当中呢，虽然你挂一幅画，让这个走道变得很有生命力，这个是对的。对。但是呢，就是说，因为你的房间门呢是门对门，又加上蝴蝶门。什么意思？蝴蝶门这个对，像一个蝴蝶，对，这两个会怎么样？好，基本上就是分飞的意思，就是人际关系啊容易受损。然后之外，谁分飞吗？既然如果说这个是夫妻房，假设其中是一间是夫妻房，那夫妻感情会受到影响。这是消失的间。对。但是呢，这一间呢才是首当其冲的。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呢？因为呢，他跟他都是门对门，而且都有互切。这个中间这个啊，就刚好切到这边有壁刀。所以呢，这个房间打开看到的是蝴蝶门，门对门又门互切，所以它的可能是非。不好意思，我真的私心好重，我希望可为不是在那一间，希望是就是那一间，就这间。天哪，都是我！真的假的？所以你两个室友还好好的。对呀，室友严重哎，室友是好好的，但是对我长大之后第一次遇到一个那个霸凌，也是就是去年发生，就住在这里之后，对，就是跟姐妹失和这样。因为之前本来是一起出国，然后出国的时候就觉得就是很开心，然后感情真的很好，然后就觉得说我们要相守一辈子。可是回来之后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而且其实过程是非常顺利，而且真的彼此真的很爱对方。而且你还讲说相守一辈子，相守一辈子啊，就说以后老了就是要一起买一排房子，然后一起住那一种啊，然后不生小孩也没关系这样子。结果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有一天就把我叫到就是家里面去，没有啦，就叫到家里面去，然后国中生啊还是高中生，都叫到阳台，叫到厕所有没有？再瞧一下，对，叫到对，就有点类似那种感觉，然后就开始这边讲，就是。后来我知道应该是有人从中作梗啦，然后就是有讲一些东西，然后导致于说他们就是一直攻击我，然后一直觉得说你那个为什么出国的时候你要选这个地方？你明明知道我不是不要去这个地方，你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去玩的时候不是很开心？对，然后我就说，可是我没有啊，不是我讲，而且我是想说另外一个比较没有钱，所以我们就去这个国家这样子，然后就是给我讲了很多，例如说什么开车怎么样，然后我的脾气态度什么之类的，对，然后我那时候还很难过，我就想说对不起，我真的没有想到我那么爱你们，居然是给你压力这样。然后后来我回来就是一直觉得，我还问我的那个好姐妹说，我说我真的那么糟糕吗？我就开始怀疑自己。然后后来我就觉得不行，我一定要找到底我是不是一个这么糟糕的人。然后我就用那个我们的对话记录去搜寻。事实证明，就根本不是我讲的啊，就是他们所有的内容跟文字的记录都是。就是有一些误会，就都不是，对啊，这真的很伤哎。这有时候啊，
一下子走不出来，真的会难，我会忧郁。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会去照顾别人的人，所以我觉得人生呢适度的摆烂也是蛮好的。适度摆烂，适度，因为这也是一种放松。对，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说什么后心给我累积，对不对？其实他就有这种感觉，因为他的门对门呢本身就是口舌是非，然后又有纷飞的问题。所以呢，其实如果遇到这种问题呢，如果空间许可，当然做隐藏门，我们常讲嘛，这就可以化解。那如果真的不行，我们就要挂门帘。好，那这样子我觉得都挂起来，大家都安心，皆大欢喜。只是说风格是要你选吗？还是他选？都他们选好了，做人好难哦。那他如果选一个那个中国风呢 ？Hello Kitty 也可以哦，好随和哦，这样好了。好吧，那我们接下来就看看他自己的房间。对，那我们请设计师来讲好了。对，我们不管风水，以设计来讲，他这个怎么样设计？其实他这个房间呢，我觉得跟外面对比起来是好非常多啦，非常多，真的是不错。但是只有一个就是它的那个床头上面哈，其实有一个那个梁，所以看它后面的那个衣柜，其实它是有包一个框的。对，其实如果我给你点建议，就是说下次那个梁啊，你侧边到上面可以包一个模型框，它的那个梁就会看起来完全会不见。可以跟大家建议，就是说像那种半圆的线板，有没有小支的那个，只要加在下面加一支，然后你把它漆同色，它看起来就会像欧式的感觉。对，那个也是蛮贵的啦。对，还可以啦。有研究。装潢的风格呢，基本上都没有问题，真的是绝美，很漂亮。对，好棒哦！但是卧房被屎坑包围，焦虑发作，动轻生念头。但是怎样？你要讲什么？对啊，他就需要屎坑里啊。屎坑？屎坑，对。怎么说？怎么会这么漂亮？会是屎坑？对啊。这么香，这么香的一个房间。好，基本上呢，我跟你讲，你的房间呢，如果要怎么判断你需要屎坑呢？第一个，如果你的上面、下面管那个粪管，对，所谓的管道间，这就不行哦。或是厕所改装的房间也不好。对呀。哦，当然这个没有，这个不是。我都举例第一个。我想说他做的真好，我都看不出来。老师看出来。就是说，如果你在改装这间房子之前，它原本这个空间是厕所，对，那可能你的上下邻居这个地方本来就都是厕所啦，可能睡觉会听到冲水的声音啊，等等的，这个要避免。但第二个呢，它虽然没有第一个问题，但第二个的话是因为它的这个房子的格局呢，厕所刚好在中间，然后这个房子又是套房，所以它是被2间厕所都夹完之后才到它的房间，对，所以它是整个厕所就晦气呢都夹到这一间。对，那会影响健康还是财运？第一个健康它会影响，例如说无名病痛、睡眠问题要特别注意。第二个呢就是人际关系，因为晦气首当其冲。所以一些晦气其实就是杂事，会扰乱一些心烦意乱，然后你也会让人很忧郁啊等等的。真的，因为我也是搬来这里之后，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因为就是没有收入，然后又一直觉得一直擦肩而过那种气恨，对那个赢有没有？就我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有在吃抗焦虑的药。这么严重已经到，因为我已经到达已经有点恐慌症，可是我不知道那是恐慌症，是后来我有一次就是喘不过气，然后就是真的有一种想死的感觉，就是很就觉得我人生好痛苦，然后我很想拿头去撞墙壁。就是那个真的有一种你无法控制的那种情绪，然后那时候我就有去看精神科，然后有吃抗焦虑的药，可是因为那个抗焦虑的药会让你就是累，想睡觉，头脑不清楚，对，头脑会不清楚，然后你会整个变很慢，然后你的记忆力什么各方面反应会变很慢，所以我就觉得我的智商变很低，然后还有一次是居然把毛球落在那个地震事务所。然后我就觉得说，他落了那一次之后，我就打死说，我绝对不要再吃那个药。对，所以我就去很认真的去运动啊，去游泳啊，泡澡啊，听音乐啊，放松。就是你泡澡蜡烛，让自己就是想尽办法快乐起来，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很开心的事。对，然后就还是有比较好起来。老师有什么化解的方法，让他不要再陷入这很深深的忧郁，然后至少看到什么都是香的。你
要被锐气夹。真的啊，就是说你如果心情好，你看到什么都是一朵花，都是美好的。其实我觉得呢，它的虽然这个格局有问题，不过因为它利用一些装修或者说它自己摆设呢，都弄得干干净净，其实这个煞气呢自然就被分散掉。对。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要再加分的话呢，这个厕所里面可以多用一些大量的绿色盆栽，或者是大面的镜子，增加这个厕所的一个明亮度。我们的明亮度，对，因为其实呢，你知道，因为厕所就晦气，当你的晦气重的时候，最忌讳什么？厕所太暗。对，因为很多人会想要搞得很浪漫，有没有？但结果那个阴暗的气息在里面更不好。你应该用大面镜子，然后打灯，让里面看起来 bling bling 的。你会因为用明亮的方式把阳气提升，阴气就会去除。但老实讲，我今天真的非常的替你开心，因为我去过你舅家，我真的其实觉得我们花了那么多钱，其实真的花很多钱，然后就是这么辛苦拼了一辈子，你为的是什么？其实就是回家睡一个好觉，可以好好休息，然后放松，对，然后珍惜你身边你的毛球、你的朋友 ，everything。本来是要讲到这个，只剩这个了，是不是？对，我是毛球，而且怎么不是毛球？对，我觉得就是这个才是最珍贵的，对。然后接下来钱真的再赚就有，健康是最重要，对，把你自己身心灵都健康啊，所以祝福你。我觉得下次一定听到你很忙，然后戏接不完，或是我们会在金钟奖相见。然后我们就是祝福你了，谢谢班尼老师，谢谢。听完风水和室内设计师的建议，会决定从何处着手改造呢？因为我觉得风水跟室内设计师跟我们整体的设计，还有我的使用上，他们通常都会比较是有点相抵触的。那所以我的话，我可能现在会先从，因为毕竟我有很多的那个钱财留不住啊，然后口角这个嘛，所以我可能会从可以先用软件来完成的东西，例如说，我可能会先把镜子多加在大门的上面，然后这个雾面的这个玻璃呢，可能加一点那个门帘，把它让它不要是这么的大，对，然后例如说老师说的那个背门的那个背宅反向那个东西，我也会先做一个那个画